Hello， 大家好，我是主任。想必大家最近都看了11月7日的 OpenAI 首次的开发者大会，短短45分钟，可谓是干货满满。我看完了发布会，总结起来有4个方面的更新。第一个就是 GPT-4 Turbo 模型的正式发布，支持 128K 上下文窗口，并且比 GPT-4 更加便宜。第二个就是 GPT 的应用与商店，每个人都可以无需任何编程基础，只通过聊天就可以构建自己的 GPT 应用，并且你还可以将自己的 GPT 应用上传到商店中，从而来赚取收益。这真的可能会带来一波创作者浪潮。但目前 GPT 商店还未正式上线，估计 OpenAI 也没有想好如何进行分佣。第三个方面就是 OpenAI 正式推出了 Assistant 的 API。Assistant 的 API 支持持有线程、内部检索、代码解释器以及自定义的函数调用，用来高效的创建一个 AI Agent。这意味着开发者们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需要不断的维护上下文窗口，比如像发布会现场展示的地图上扎 marker， 以及语音对话为现场观众发放代金券等等。第4个就是多模态的 ChatGPT， 这个就是之前 OpenAI 灰度测试的 GPT-4 All-Tools 功能，就是允许你在一次对话中完整使用所有 GPT-4 的功能，包含网页浏览、DALL-E 3生成图片、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等等，真正做到多模态的对话。那么今天我们先来演示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如何构建自己的 GPT 应用，包括应用中如何调用外部 API 接口等等。如果你也喜欢 AI 工具或者前沿科技资讯，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那么废话不多说，快开始我们今天的探索吧。首先我们来到官网它这个 GPT 的切换的选项卡移到了左上角在这块我们可以看到 GPT-4 现在已经是多模态的一个集成的状态了。它可以集成DALL-E 3生成图片，然后网页检索和数据分析。OK， 我们选择 GPT-4 以后呢，可以看到左上角多了一些应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GPT 应用。它有2个入口你可以点击这个 Explorer 然后你也可以点击左下角的这个用户头像，有一个 My GPTs 都可以进入。然后上面呢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些这个 GPT 应用了，待会儿我会为大家演示如何创建一个 GPT 应用，然后最近的使用和一些这个由 OpenAI 默认给我们创建的一些这个系统的这个应用应用示例。好，那我们今天先来试一下我之前创建的几个 GPT 应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第一个就是二维码，我们随便给它一个链接，它可以生成一个二维码图片。这个也是用到了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数据分析里的这个 Code Interpreter 代码解释器的功能。可以看到它直接把我们生成这个二维码图片给我们了，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就是历史上的今天这个我通过调用一个外部的接口来实现的。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可以看到它去调用了我们外部的一个接口，需要我们去有一个权限的申请 always allow， 给它一个权限的申请，它的每一步骤都会在它这个状态里去显示出来这个就是我通过调用外部接口去获取的一个历史上今天发生了哪件事情好，我们就不等它了我们继续。第3个就是这个表情包搜索，这个也是通过调用外部的链接，我们给它一些关键词随便输入一些关键词，可以看到它也是通过调取外部 API 这能看到我们输入的这个参数，可以看到它输出给我们一些表情包，有动图有图片OK。最后一个是这个唐诗300首这也是我创建的一个唐诗300首。我们可以请给我找一首关于秋天的诗，它会自动去你看 searching my knowledge 就是在我上传的这个文件当中，它去检索可以找到了OK， 就是这以上都是我之前创建的一些 GPT 应用。那我们今天教大家如何创建类似的一些应用首先我们点击 Explorer， 上面有一个 Create GPT， 它是一个 beta 版本我们点击 Create GPT， 它可以告诉你What would you like to make 你想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 GPT 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选项卡，它有一个 Configure 这块可以设置我们 GPT 的一些行为、名称和描述，还有一些头像、一些能力。它现在支持网页搜索、DALL-E 的图片生成和这个代码解释器，我们都给它勾选上。我们可以给它上传一些它的知识库，并且它可以支持一些外部的调用，这个今天我们都会有讲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 GPT 应用我们刚才那个二维码，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它说二维码生成器，这块直接支持跟它进行一个中文的对话。
右侧它是一个预览的窗口啊，我们可以随时针对我们生成这个 GPT， 我们来去预览。他说了啊，给我们一个 Code Crafter 的一个名称，问我们是不是挺好的，我们就随便很好，但请用中文跟我对话。他跟我说了啊，他想要什么样的头像，我们说卡通一些，我们可以直接就是通过对话来生成我们二维码的应用啊，无需任何的编程的基础，生成好了，这是一个卡通风格，它自动帮我们替换掉了。它继续会问我们，哎，你有什么需求啊？是用户提供文本还是怎么着啊？我们跟他说，请自动去提取用户输入的链接或文字，从而生成二维码图片。真的就是你跟他聊天，慢慢把这个 GPT 应用去丰富起来。他继续跟你说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基于我们上述提供到的这些功能生成这个二维码图片了。如果你想添加更多功能，请告诉我，也可以在右侧尝试这个 Code Crafter， 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链接给到它，可以点击我们这个生成的步骤啊，可以看到它跟我们上期视频讲的这个 Data Analysis 里的这个 Code Interpreter 是一样的，它也是调用这个代码解释器，从而去生成这张图片啊。点击去下载 ，OK， 我们可以看到二维码已经生成出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 GPT 应用已经生成好了。如果你想对它有一些其他的修正的功能啊，可以继续跟它对话。在 Configure 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主要的功能是以中文的形式给我们输出的啊。所以这个简单的应用啊，我们就演示到这儿了。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保存啊，它的发布可以只对我或者是一个公开的链接。那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公开的链接 ，Public。OK， 保存以后呢，我们在左侧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生成的这个 GPT 应用了。我们再来做一个唐诗300首啊，我们还是点击这个 Explore， 然后点击 Create GPT。好，我们还是跟他说做唐诗300首，我们就管它叫唐诗300首吧。还是它会为我们创建一个相关的图片啊。OK， 它这个图片已经帮我生成好了，但这个文字好像不是中文字啊，这个无所谓了。这个大家如果想要调节，继续跟他说调节啊。他告诉我有什么功能，这里我们会给他上传一个知识库啊。我们点击这个 Upload File， 或者是点击这个左下角这个附件都可以啊。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唐诗300首的一个 PDF， 然后给他 OK。请将这个 PDF 作为你的知识库，当用户输入相关信息时，自动去内部检索，并给出相关的唐诗。OK， 这个就是介绍了一个，我给它输入了一个它的知识库，并且呢，告诉它的功能是，当用户输入一些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它去自动去内部去检索相关的唐诗，并且输出出来。可以看到它正在这个 Searching My Knowledge， 你也可以点击这个 Configure 啊，在这个下面有一个 Knowledge， 我们可以给它上传出来。它已经说了，唐诗300首已经更新完成了，让我们去右侧去测试一下，这个右侧这个 Playground 去测试一下它这块的加载。我们可以点击 Configure。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当中呢，跟上一个比较简单的二维码生成器的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有5部分啊。其实我们跟它对话呢，它也都是相当于它是在完善自己的这个5个方向。哪5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它这个角色和这个目标，整个这个 GPT 应用是干嘛用的啊，在这个里去更新。第二个呢是这个约束啊，我们可以通过跟它的对话，对它进行一些约束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它不应该涉及一些什么政治话题啊、敏感话题啊等等，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个约束啊。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些指引啊，它是通过这个 PDF 去为我们去内部检索啊等等，这是它的一些指导方向啊，在这个 guideline 里。第4个就是它的一些澄清啊，说我这个 GPT 不代表任何的立场，它撇除我跟任何相关敏感信息的一些边界范围。最后呢，它的一个个性化，
它以什么样的口吻啊，回复的风格啊等等之类的啊，就在这个个性化里。那右侧已经好了，但是我发现唐诗三百首这块还都是英文啊。我们继续跟他说，请将建议提示词全部改为中文。这里就是大家发现他的行为跟我们预期不符的话，就随时跟他进行调整。可以看到这里都已经改成我们想要的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随时在这个 configure 里去修改。请解释这首唐诗，我们可以随时删掉，感觉这个不太好。OK， 然后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在这里跟他说，请给我有关于秋天的诗词。他会默认去我们给他提供的这个知识库里去寻找，也就是这个唐诗300首这个文件。他告诉我们了关于秋天的诗词，这里有孟浩然的《秋登蓝山记张舞》，然后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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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是通过这个我们给他的 knowledge 去寻找的啊，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之前那个 GPT 应用相对来说要丰富一些的一个小的 GPT 应用。我们通过上传一个文件知识库去内部去调用这个内部检索。那同样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侧这个 save， 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变成 public 发布。这里也可以通过这个一个链接的形式给到其他人。发布以后回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个 by-5.com 啊，这个网站是我个人的一个网站。怎么去加入呢？如果大家在使用你的这个 GPT 应用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认证的话，很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会对你的个人的信息可以产生一些怀疑。那这块怎么做呢？点击左下角我们这个头像有个 Setting and Beta， 这里有个 Builder Profile， 这个下面有个 Website 个人网站的一个认证。当然你得前提是你需要有一个域名啊。这块怎么配置呢？就是我还有一个域名，就是这个 Plus 啊，我们点击 Submit， 在 DNS 配置一个 TXT 的一个记录值，输入值呢是它提供的这个，我们随时可以点击这个 Check 啊。这里我们因为还没有配嘛，但是我们我这里这个已经配过了啊。点击 Check， 它会告诉你，这个已经成功的验证了。其实这个主要就是验证你的一个身份，会在你的所有的 GPT 应用里去显示。再来介绍今天 GPT 应用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调用外部的 API 方法。我们还是以这个表情包搜索为例啊，我们还是创建一个表情包搜索的功能，还是我们告诉它这个就叫表情包大全 Emoji Explorer， 我们还是要叫中文名吧，表情包探索者可以。它给我们生成了一大堆表情的一个头像，我觉得还可以。我们跟他说我将会提供一个外部的 API 方法，用来获取表情包图片，请使用用户输入的文字作为参数进行传递时不要翻译，只需要透传。当然这种表情包如果是调用接口失败的话，可以用刀翼3来生成图片。如果接口调用失败，请再使用刀翼去生成。 OK， 差不多了。 OK， 它已经开始更新完了。我们点击 configure， 可以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对我们刚才的描述是不是准确的可以看到这句话应该是准确的所以我们可以先去提供它这个外部的方法。点击这个下面有一个 actions可以看到这个 API this GPT can use， 这个其实就是外部的 API 也是掌握了这个技能以后呢，也是你区别于其他普通的 GPT 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点击 add actions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import from URL 这个地方，就是说它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你给它一个 OpenAPI 的一个 schema， 这个 OpenAPI 呢不是 OpenAI 它是一个开放平台的一个约定，相当于是开放平台的所有的公开的接口的一个 schema。 这是个例子，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个 get weather data， 当然这个只是例子我们肯定是在这个 GPT 应用里我们不需要调用这个
天气的接口，所以我们把它删掉。继续点击这个 Add Actions， 我们选择这个，可以看到第3个是 OpenAPI 的一个标准的 Profile， 就是标准的一个示例啊。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它也可以，或者是我们直接选择最后一个 Untitled 的。这里呢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OpenAPI 的一个 schema 啊，就是 OpenAPI 的一种约定格式。这个格式具体去哪儿看呢？我们可以到这个 OpenAI 的这个文档中心啊，然后有一个 OpenAPI 的 specification， 我们点击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文档里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 OpenAPI 的一个格式 schema 的一个格式，包括 Path 的一个形式怎么填写啊，然后这个参数 parameter 是怎么给的啊？那我这里呢也是直接提前做好了一个，我把这个粘过来，根据你调用的这个接口啊，我这里也是有一个表情包的一个接口，这样一个接口啊，它这个接口是一个免费的，我们给它的 path 路径，它是一个什么请求？是 get 请求还是 post 请求啊？两种方式。请求之后呢，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operation ID， 这个就是随意给就行。用来说明的，主要是这个 parameters in 这个参数呢，是如果填 query，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 get 请求后面去拼接我们的参数。这个 schema 是参数的类型，是一个 string，name 就是参数的名称，因为它是个数组，如果你有多个参数，需要在这儿用逗号去再加 ，OK。然后你所有输入的这个 JSON 之后，可以点这个 format JSON 啊。去格式化 ，OK， 那我们这里已经输入好了，是一个获取这个表情包的一个 get 请求。那么我们返回，这已经给它了一个 action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ctions 已经有了。我们回到我们的 create， 这里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试一下。还是我们把这个描述改成中文，请改为中文。OK， 把这个联想词改成中文以后呢，我们可以随便跟他说几个关键词试一试啊，比如说我刚才举例的是老板啊，这里我们随便给一些啊，比如说加班，他会先去询问你啊 ，some info will be sent to 给的这个域名啊，因为是外部的链接，所以呢，它需要我们获取让用户去同意啊，所以我们这里点 always allow。OK， 我们点击这个下箭头可以看到，它对于这个外部链接传了一个 keyword，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 actions 里面配置的 keyword 这个参数，没问题。首次它会加载失败，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刷新一下页面，这个可能是一些这个图片资源的展示问题。我发现它每次第一次都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再来重新来一遍，加班。哎，可以看到它这个表情包已经正常显示出来了，这些还是一个动图啊。但是显然这个功能可能就是相比 GPT 原始它就做不到这个功能嘛，所以当你掌握了外部获取调用 API 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你这个 GPT 更加的与众不同啊，更加的丰富。好，表情包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么多。如果你想让它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探索词我们要修改的话，就直接点击进行修改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去展示了。这个 instructions 这个行为呢 ，GPT 这个功能其实我们也在这里也是可以直接去修改的。通过对话呢，我们可以修改它那个5个行为啊，就是之前介绍那5个行为。那你在这里呢，也可以直接去进行修改。比如说，你可以让它，每次回复用户时最后一句都需要带上一个表情。我们可以再来试一下。当你这个 instructions 修改之后呢，右侧这个 preview 它就会重新变更啊。我们随便跟它说句话，可以看到它加了一个微笑，这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 instructions 加的这句话。OK， 那调取外部 API 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好，以上就是创建自定义 GPT 应用的全部内容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通过 GPT 来赚取收益，那么一定需要通过上传知识库，让 GPT 去内部去进行检索，或者通过调用外部的 API 来丰富你的 GPT 应用。
不然你的 GPT 应用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亮点，从而被大家所选择。大家可以先尝试创建自己的 GPT 应用，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 GPT 商店的正式发布，到时候说不定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布自己的 GPT 应用，从而赚取收益了。有机会我会再次为大家分享像 OpenAI 发布会现场演示的那样，通过 Assistant 的 API 创建自己的 ChatGPT 移动端或外部端应用。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